我是真的沒有想到，原來核桃用陳醋泡一泡，作用居然這麼厲害，幫助了很多的中老年朋友。做法簡單省錢又實用。大家好，我是鹏鹏。核桃是生活中非常常見的一種堅果類，平時在生活中有很多的朋友都喜歡吃。眾所周知，核桃它的營養價值是相當的豐富。它當中含有蛋白質、不飽和脂肪酸、膳食纖維以及維生素 E、鈣、鉀、鎂、磷等多種營養元素。正是因為這些成分，讓核桃成為了營養價值特別豐富的堅果。而今天在這裡為大家分享一種核桃的另類吃法。我相信這種方法有很多現在的年輕朋友並沒有試過，那麼趕緊跟着視頻來看一看吧。第一步，我們需要先把核桃殼給它夾開。不知道你們家有沒有核桃夾子呢？如果沒有核桃夾子，那麼也可以用鑰匙之類的來打開。之前有很多視頻都分享過開核桃的技巧吧。通過這些方法，就能把核桃輕輕鬆鬆的給它掰開。如果像這種核桃殼比較硬的，我們可以再從這個位置給它夾上一下，不要太過用力，否則裡面的核桃仁就會被夾碎了。這樣一來，裡面的核桃仁就能輕輕鬆鬆的全部取下來。這裡咱們包上個5、6、7、8顆核桃就可以了。如果你第一次用這種方法，那麼不建議用的太多。接下來加水將核桃洗一洗。雖然說核桃殼我們已經給去掉了，但是在剥核桃殼當中，難免會把表面的灰塵沾染在核桃仁當中，而且我也相信很多朋友都遇見過這種情況。每當我們剥開核桃殼以後，其實裡面的核桃仁上面也有很多的灰塵沾染，這是正常情況。所以在用核桃之前一定要清洗一下哦。可以看見清洗過後的碗裡到底有多髒。洗好之後，咱們將核桃仁全部撈出。接下來將洗乾淨的核桃仁一顆一顆的全部放在紙巾上面。眾所周知，紙巾它的吸水性特別的強，這裡咱們只需要把核桃仁表面的水分給它擦拭乾淨即可。接下來再用另一張紙巾給它蓋起來，用手輕輕的這樣按壓拍打，通過紙巾的吸水性，就能把核桃表面的水分給它稀釋的乾乾淨淨了。當然了，你也可以選擇用吹風機吹乾，或者直接在太陽底下晾曬乾都是可以的。最後把處理好的核桃仁倒入一個乾淨無水的碗中。我們可以看見每一顆核桃仁剥出來都非常的完整，而這樣我們需要給它掰成小塊，因為如果核桃仁它塊頭較大，可能會導致當中的營養成分不會被徹底釋放出來。因此一定要有耐心的將每一塊核桃仁給它掰成這樣的小塊哦，直到將所有的核桃仁掰成小塊為止。然後找出家裡面的醋，當然如果有陳醋的會更好，如果沒有也可以像我這樣用香醋來代替，因為陳醋當中也有非常豐富的營養成分，比如說醋酸、乙酸、氨基酸等等。當然這裡我不建議大家使用白醋哦，盡量使用陳醋或者香醋。接下來把醋倒入核桃當中，直到醋把核桃淹沒3公分左右即可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都已經看到這裡了，制作視頻不易，請用你發財的手給我點個讚吧，你的每一個點讚都是對我最大的支持，謝謝。
接下來用筷子稍微攪一攪，這樣可以讓每一粒核桃仁和醋充分的浸泡在一起，大約攪拌個10幾20秒鐘就可以了，如視頻中這樣即可。最後用保鮮膜或者保鮮袋給它包裹起來。當然，如果你家有密封罐，那麼這一節就可以省掉。然後給它包裹得嚴嚴實實，這樣可以防止讓陳醋或者核桃長期暴露在空氣中而導致變味、變質，甚至是營養流失等等。因此，我們一定要給它包裹好，然後給它泡2到3天左右的時間即可，讓它們充分的吸收。現在核桃仁已經泡好，端出來，打開的一瞬間，你會聞到核桃的香味以及陳醋的味道。用勺子盛出來看一看，可以很明顯的看見每一粒核桃仁當中都已經稀釋到了足夠的陳醋汁，因為它已經被泡得發脹了，說明已經達到了我們想要的效果。而咱們通過這麼長時間泡出來的核桃仁要怎麼吃呢？其實也非常的簡單，每天只需要吃上6到7顆即可。當然，如果你覺得這樣口感不好，也可以用下面這一種方法：盛出1勺核桃仁和陳醋，然後盛入杯中或者碗中都可以。最後用60度左右的溫開水來冲泡就可以了，這樣可以很好的冲淡裡面陳醋的味道，防止過酸。然後我們用勺子給它攪拌均勻就可以了。像有的朋友特別怕酸，那麼在冲泡過程當中，也可以在裡面加上一些白糖來中和口感，這樣喝起來就會酸甜酸甜的，也非常的不錯。當然了，這裡咱們並不是來品它的口感。你知道核桃泡陳醋的作用嗎？又有多少朋友試過這種做法呢？那麼你可以在下方評論區分享出來。不要小看它哦，這可是老一輩們留下來的傳統土方法，包含了他們的智慧和結晶。因此，看完過後趕緊來試一試這個方法吧。希望這個視頻能夠幫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人。好了，朋友們，今天的視頻我们就分享到這裡了。點關注不迷路，我是鵬鵬，我們下個視頻不見不散，拜拜。